姑娘正在湖水里游泳，一条草绿色的水蛇刷刷刷刷刷刷游到姑娘背后不远处，向她游了过去。河北省衡水市有一个美丽的湖泊衡水湖。去年夏天，一个骄阳似火的上午，漂亮的姑娘马小红在一处偏僻的水域里游泳。确切地说，她是在学游泳。人如果学习一项新的技能，往往在刚学会还不太会的时候是最有意思、最兴奋了。现在马小红就处在这个阶段，就见她游泳的姿势比较难看。要说是狗刨，那是冤枉她了。不过她这动作比狗刨也好看不到哪儿去。总之是手刨脚蹬，在水里能够向前移动。忽然马小红就觉得小肚子那里有一个软乎乎滑溜溜的东西穿过她的腹部，到达前胸，在前胸这里停留了片刻，紧接着猛然一冲，蹭着马小红的下巴迅速向前游走了。啊，蛇，一条蛇！马小红最怕蛇了，尤其是现在，本来正聚精会神练习游泳，突然一条蛇贴着他的身体游了过去。惊叫一声之后，这马小红可就手脚不听使唤了，很快呛了一口水，紧接着是第二口、第三口。如果没人营救，估计用不了多大功夫，他就得喝个水饱，甚至于是溺水而亡。就在这危急时刻，不远处的一个男人迅速游了过来，将马小红拖上了岸。刚才咱说了，这里是一处偏僻的水域，是禁止游泳的。附近没有别人，只有马小红和救她的这个男人。这男人就是来教马小红游泳的。再看现在的马小红，躺在岸边的沙土地上，在阳光的照射下，全身的皮肤泛着白光，水汪汪的大眼睛紧闭着，细黑的眉毛微微锁紧，眉心处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川字。男人不敢怠慢，先是帮马小红清理口鼻里的湖水，然后便开始做人工呼吸。可刚做了几组动作，男人忽然觉得不对劲儿。马小红用手搂住了他的脖子，舌头也伸进嘴里来了。原来这个男人跟马小红家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同一排联排别墅，是隔壁邻居。男人的名字叫方应廷，已经40多岁了，跟马小红的父亲是同龄人，两家关系处得非常不错，经常相互串门。方应廷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游泳运动员，曾经获得过全国冠军。马小红是个20岁的小姑娘，偏偏暗中喜欢上了这位成熟大叔，觉得这方应廷真是太好了，简直就是个完美男人。于是他就说自己想学游泳，让方应廷帮忙教他。最近几天，方应廷的妻子出差了，马小红就趁机把方应廷拉出来，教自己学游泳。刚才虽然被水蛇吓得浑身发软，呛了几口水，但是马小红并无大碍，她只是借题发挥，装作昏过去了，又使方应廷给她做人工呼吸，这才逾越了普通邻居以及两辈人之间应有的界限。再看方应廷，发现马小红的小伎俩之后，吃惊不小，赶忙把嘴移开，扯下马小红搂着自己脖子的双手。小红，你这孩子怎么瞎胡闹啊？我没胡闹，我只是喜欢你，爱上你了。难道你没觉出来吗？乱讲，我是你叔叔，你爸是我哥们儿。好了，换上衣服回家。
这件事情，马小红的父母、方应婷的妻子都毫不知情。一连好多天，方应婷都没到老马家串门，马小红也没有找过他，一切好像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正在方应婷准备把这次游泳事件彻底忘记的时候，忽然有一天，马小红出现在了他公司的门口。老方，我明天还想去学游泳，你答应过把我教会的，得说话算话。你放心，就是单纯学游泳，只要学会了，我就再也不麻烦你了。否则的话，我就把那天的事儿告诉我爸妈和你老婆。方应婷愣磕磕站在原地，心想我不能去，可又一想，这个丫头，我可知道她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这要是把那天的事儿添油加醋跟两家人一说，这叫我以后可怎么做人呀我？于是他也就默许了。两个人又一次来到那片水域，天气还是那么的热。看看四外无人，他们甩掉外衣，露出泳衣，下水练习游泳。还是水里凉快呀。游了一会儿，马小红又不老实了，一把搂住方应婷的脖子，把脸靠得很近。方应婷被她的少女的气息熏得有点恍惚，一时忘了身在何处，双方是什么身份，竟然本能地把对方的腰给搂紧了。正当他们要越轨的时候，方应婷突然觉得脚下被什么东西给缠住了。由于意乱情迷，事发突然，这位曾经的游泳冠军居然紧张了，慌忙把脚一缩，没缩回来，似乎是水下的东西抓得更紧了。而此时的马小红以为是方应婷被自己的魅力所征服，身体是过于激动的反应，他并未在意，毫不紧张，趁势把嘴凑了过来。方应婷正想说不好，我的脚被水草缠住了，可刚开口还没出声，嘴就被堵上了。他又一紧张，腿还抽筋了，这可太要命了。这里的水有2米多深，要是抽筋好不了，他俩都很危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事情出现了转机。本来这片水域空无一人，现在竟然从岸边的一棵树后面飞跑出来一个人，还是个女人。只见她边跑边甩掉外衣，扑通一声跳入水中。漂亮的自由泳动作，很快游到方应婷和马小红的身边，潜入水下，帮方应婷散开水草，救2个人上了岸。这名女子不是旁人，正是那方应婷的妻子刘艳。刘艳也是游泳健将，当初和方应婷是一个游泳队的。这几天她有所察觉，丈夫方应婷和邻居女儿马小红这俩人有点不对头，这才暗中跟踪，来看看他们究竟会干些什么。没想到意外救了他俩。再看此时的方应婷，满面羞愧，恨不能把脸扎到裤裆里去。马小红呢，也一个劲儿的说软话：阿姨，我真的就是想学游泳，事实不像你刚才看到的那样。可这话谁信呀？连他自己都不信。不过刘艳毕竟比较善良，顾全大局，答应绝不把这件事儿告诉马小红的父母。按说事情到了现在，方应婷和马小红就应该偃旗息鼓，都不要再做什么了。可人往往就是这样，不撞南墙他不回头啊。几天之后，刘艳又出差了，家里只剩下方应婷老哥一个。
晚饭自己炒了俩小菜，喝了2两白干酒，然后坐在客厅看电视剧。正看得入神呢，门铃一响，马小红闯了进来，也不管3七21，搂着脖子就亲。方应婷吓得是魂不附体。小红，小红，你快回去，快回去！你真是个胆小鬼。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喜欢就大胆点儿，别当缩头乌龟行不行？你疯了，你简直是疯了！正在俩人撕扯的功夫，哐当一声，老马推门闯了进来，快步走到他俩跟前儿，拉起女儿马小红，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哎呀，这方应婷啊，这臊的呀，就甭提多难受了，真想找个耗子洞钻进去得了。几天之后，妻子刘艳出差回来了，老方向媳妇坦白了发生的事情，然后就说：老婆，我看咱们搬家吧。刘艳低头想了想，又抬起头看了一眼丈夫。你真是这么想的？必须搬家。我已经开始到中介看房子了。咱们先租一个住处，然后把这里卖了，再到开发区重新买一套住宅，你看行吗？各位，您觉得方应婷应不应该搬家？这办法可行吗？或者说，您认为她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